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位在月球上留下人类第一个脚印的男人——尼尔·阿姆斯壮。1969年7月20日，当他从鹰号登月舱的梯子上一步步走下，将靴底轻轻放上那片从未被人类触碰过的灰尘时，整个地球都在屏息凝视。那一句经典的话语，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响彻全世界。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从那一天起，这位被全人类视为英雄的男人，竟然在接下来的43年里，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几乎不接受采访，几乎不出席庆典，几乎不签名，几乎不谈月球。他像一个背负着巨大秘密的修道士，把自己关进俄亥俄州的小农场里，种地、养牛、教书，直到2012年8月25日，因心脏手术并发症悄然离世，享年82岁。更诡异的是，根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爆料指出，阿姆斯壮临终前似乎留下了一封信，或者说是一段口述记录，内容指向他在月球上看到的某些东西。这封被称为临终遗信的内容，在他去世后逐渐从家人、密友以及与他有过深度交流的学者口中拼凑出来。如果这些片段是真的，那么1969年那个夏天，人类踏上月球的那一刻，所看到的可能根本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片寂静灰白世界。今天，我们就把这条深埋了将近60年的线索一一铺开，看看在这位缄默的英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震撼世界的真相。故事要从一个很奇怪的细节说起。1969年7月20日，当登月舱降落在静海基地时，全世界有大约6亿人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阿姆斯壮走出舱门。然而就在他准备跨出第一步之前的那2分钟，发生了一件至今让人费解的事。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视讯和音讯讯号突然出现了一段空白，那是当时人类花费巨额成本研发的最先进通讯与摄影设备，前后几个小时都运作得完美无瑕，唯独在阿姆斯壮踏上月球的那2分钟，画面是黑的，声音是断的。 NASA 的官方解释是摄影机过热，可是这个解释从来没有让怀疑者买账，因为当时许多在地球上以业余无线电监听的玩家，据称也在那2分钟里听到了一些被官方频道过滤掉的对话。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阿姆斯壮切换到医疗官的私人频道，用一种非常压抑、近乎颤抖的声音说：“他们在那里，他们就停在陨石坑的边缘，他们在看着我们。”这段话的可怕之处在于那个代词，他们。一个受过严格训练、心智极度稳定的试飞员兼太空人，在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竟然会脱口说出他们，那就意味着阿姆斯壮在那一瞬间已经知道那个他们是什么。他并不需要描述，他只需要说他们。这个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版本，最早是由一位叫做奥托·宾德的科幻作家提出。虽然 NASA 官方一直强调这段对话是虚构的，但有趣的是，他们从来没办法完全解释那2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段时间恰好是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摄影机却偏偏选择罢工。更耐人寻味的是，2009年 NASA 官方承认，他们已经弄丢了那批最原始、最高画质的慢扫描电视录影带。也就是说，当年那些最关键、最未经处理的月面影像，那盘可能保留着最真实画面的母带，被人类最顶尖的科研机构在搬仓库的过程中弄不见了。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一个能把人送上月球的国家，竟然能弄丢自己最荣耀的历史证据。可是这件事就是真的。于是当阿姆斯壮本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选择了彻底沉默，这一切疑点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号。1970年，他从 NASA 辞职，去辛辛那提大学教航空工程。从那一天起，他不再接受深度采访，几乎所有公开谈话都局限在工程技术话题上。只要记者一问及月球见闻，他就会立刻转移话题，或者只用最官方、最干瘪的措辞应付。他像一个被无形绳索捆住嘴的人，所有的兴奋、激动、敬畏全部被吞了回去。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不只是不讲，他连晚年的儿子采访都会回避这个话题。他的儿子曾在一次纪录片中说，父亲从来不和我们讲月球上的事，每当问起，他只会笑一笑，然后岔开。他甚至曾说过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我从来没做过一个关于月球的梦，一次也没有。
这对我自己来说都很惊讶。各位想一想，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踏上外星球的人，却声称自己从来没在梦里回到过那里。要么是他真的选择性遗忘，要么是他不敢去梦，不愿去梦，因为梦里那片月面上可能站着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某些不该被想起的存在。而这种诡异的氛围，其实从阿波罗计划的更早阶段就已经开始累积。在阿波罗11号的前一次任务阿波罗10号上，当太空人塞尔南、杨与斯塔福德的指令舱绕到月球背面，与地球失去通讯的那段时间里，三个人都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那是一种类似于口哨，又像是某种电子合成器在低吟的高频音波，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当时驾驶指令舱的塞尔南紧张地对着录音机说，这声音听起来像外太空的音乐，你听到了吗？另一位太空人回答，是啊，这声音真的很怪，很诡异。他们三个人在当下还讨论了要不要把这件事报告给休士顿，最后决定先不讲，因为怕被误以为他们在月球轨道上产生了幻听。这段录音被列为机密长达将近40年，直到2008年才被解密公开。如果连月球的背面都曾经向人类太空人播放过某种无法解释的讯号，那么正面那一片看起来空荡荡的灰尘之地又会藏着什么？阿姆斯壮下降到月面之前，从鹰号的舷窗向外望出去，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在踏上去的那一刻，连最先进的摄影机都会莫名其妙地停止工作。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年阿姆斯壮、艾德林和柯林斯从月球返回地球之后，他们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刻被英雄式的拥抱庆祝。相反，他们三个人在指令舱降落到太平洋之后，第一时间被穿着生物隔离服的人员直接抬进了一个改装过的银色拖车里。这个拖车叫做行动隔离设施。他们在里面整整待了21天，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防止他们可能从月球带回未知的微生物，造成所谓的月球病。可是各位想想，如果连最乐观的科学家都已经反复计算过月球表面的条件，认为月球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活体微生物，那为什么还要花费巨资为这三个人量身打造一座移动式的钢铁隔离舱，把他们和外界完全切断整整3个礼拜？这3个礼拜里，他们究竟接受了多少场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的内部会议、心理辅导、安全简报、保密协议？等到他们从那座银色拖车里走出来，面对全世界相机闪光灯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3个刚刚从月球回来的太空人，他们是3个被反复告诫过什么能说，什么绝对不能说的男人。从那一刻起，他们所有的公开谈话都被刻在一条极窄的轨道之内。故事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也许还可以归结为阴谋论者的过度诠释。可是1994年7月20日，登月25周年庆典在白宫举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高尔以及包括阿姆斯壮、艾德林、柯林斯在内的阿波罗11号全体成员齐聚一堂。众所瞩目之下，阿姆斯壮站起身来发表演讲。他先是开了一个关于鹦鹉的玩笑，接着回忆了当年阿波罗计划的艰辛。可是就在演讲的最后，他突然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强忍着某种情绪，然后他缓缓说出了一段话。这段话从此被全世界的探秘者反复引用，反复解读，反复尝试破译。他说，今天我们有来自美国最优秀学生群体的同伴在场，我想对你们说，我们只是完成了一个开始，我们留给你们的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那里有许多伟大的想法尚未被发现，那些突破只属于那些能够揭开真相保护层的人，那里有超越想象的地方等待你们去探索。注意他的用词，真相保护层 Protective Layers of Truth。 各位想一想，这是一个工程师的讲话风格吗？这是一个被全国尊为国家英雄，刚刚结束登月25周年庆典的人会脱口而出的措辞吗？真相本身为什么会需要保护层？为什么是保护层而不是面纱，不是迷雾，不是其他更文艺的比喻？保护层这3个字暗示的是一个刻意制造出来用来遮蔽真相的结构，是一个有人主动建造、主动维护的屏障。而能够揭开这个保护层的人，意味着那个真相是被封存、被禁止接触的，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打破规则才能触碰。更诡异的是，根据当时在现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回忆，
阿姆斯壮说完这段话之后，眼眶明显泛红，几乎在强忍泪水。一个性格极度沉稳，被工程师同事形容为连在登月舱警报响起的瞬间，心跳都没有超过每分钟150下的钢铁男人，竟然在这样一个本该骄傲的纪念演讲上几近落泪。各位想一想，如果一切都如官方所说的那么顺利，那么纯粹，他为什么会落泪？他在为什么而难过？他在为什么而隐忍？这场演讲的影像至今还可以在公开档案中找到那段颤抖的声音，那双泛红的眼睛，那句真相保护层，成了阿姆斯壮一生最大的谜团。当时演讲结束后，许多记者试图追问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始终只是微笑，摇头，说那只是给学生的激励。可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苍白，因为如果只是激励学生去探索科学，那直接用大自然的奥秘、宇宙的未知这样的词就好了，何必要用保护层这样带有强烈遮蔽意味的用词？更何况揭开保护层的后面紧跟着一句，那里有超越想象的地方等待你们去探索。超越想象 Beyond Belief， 一个曾经亲自站在月球上的人告诉下一代年轻人，还有超越想象的地方等待他们。这话本身就已经暗示着他亲眼见过的那个地方本身就是超越想象的。那么他到底在月球上看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答案，可是在他去世之后，事情开始悄悄发生变化。2012年8月25日，阿姆斯壮离世。当年9月，曾经创办过解密计划的史蒂芬·格里尔博士公开发表了一段声明。他表示，自己曾在组织解密计划期间，希望邀请阿姆斯壮出面公开作证。可是当时阿姆斯壮的一位密友转告他这样一句话，阿姆斯壮本来是愿意说的，但是如果他开口讲出那一天他和艾德琳真正看到的东西，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全都会被杀掉。这句话被转告得非常直白，几乎没有任何修饰。格里尔博士同时透露，他也接触过艾德琳家族的近亲，那位亲属告诉他，巴兹·艾德琳确实看到了月球登陆点附近陨石坑边上的那些大型不明飞行物。至于什么时候艾德琳本人会选择开口，那就要看他自己的决定了。如果这些转述是真的，那么1969年那2分钟的讯号中断，阿姆斯壮下半生的沉默，1994年的眼泪，真相保护层这个词，所有的拼图突然在一瞬间就拼到了一起。原来阿姆斯壮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原来他不是没有看到什么，而是看到了一些足以颠覆整个地球文明世界观的东西。可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按住了他的嘴，整整压了40多年。他在白宫含泪说出真相保护层那一刻，可能是他这辈子距离开口说出真相最近的一次。可是话到嘴边，他还是把它咽了回去，因为他的家人还在。事实上，阿姆斯壮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这种无形绳索套住喉咙的太空人。早在水星计划时期，美国第一批进入太空的7位太空人之一，后来驾驶双子星5号完成8天轨道飞行的戈登·库珀，就在退役多年后公开站出来证实，他自己曾经多次目睹过不明飞行物，并且强调太空人之间其实很多人都看过，只是没人敢说。库珀在生前接受联合国采访的时候讲过一段非常具体的话，他说，我相信这些外星飞船和他们的驾驶员正在从其他星球到访我们的地球，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正视这个现象。他甚至亲口披露，自己在50年代担任美国空军试飞员的时候，就曾经在内华达州沙漠的跑道上看到一个圆盘状的物体在白天缓缓降落、停留，再升空离去。整个过程被基地里的摄影师拍了下来，胶卷冲洗出来之后被军方立即没收，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库珀后来在自传里写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被某些人决定了普通人不应该知道，而我们这些被允许看了一眼的人就不得不替他们守住嘴。不只是库珀，连阿波罗16号的太空人查尔斯·杜克、双子星4号的詹姆斯·麦克迪维特都各自留下过类似的片段。麦克迪维特在1965年的轨道任务期间，亲手用相机拍下了一个白色圆柱状物体靠近他们飞船的影像。照片洗出来之后，被 NASA 归类为摄影设备异常。可是麦克迪维特自己一直坚持，那不是异常，那是真实的物体。各位想一想，
如果连这些性格刚硬、训练严格、心理稳定到近乎机器人的美国顶尖太空人都不约而同地在退役后留下类似的暗示，那这背后到底有多大规模的一条沉默之线在贯穿着整个美国太空计划？阿姆斯壮之所以选择彻底沉默，可能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谨慎，而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更接近那个真相的核心。他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他可能也是第一个被告知这个真相完整版本的人，而越接近核心的人，被允许说出口的话就越少，这几乎是所有秘密体系的铁律。那么真正的问题来了，他和艾德琳究竟看到了什么？这就要说到关于这封所谓临终遗信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巴兹·艾德琳后来陆陆续续说出口的那些话。艾德琳没有像阿姆斯壮那样彻底沉默，相反，他选择了一种非常巧妙、非常隐晦的方式不断释放线索。早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艾德琳就提到，在阿波罗11号前往月球的途中，他们3个人都看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物体，那个物体跟着他们飞了一段时间。当他们向休斯顿地面控制中心询问那是不是脱离的火箭级组件时，地面回答说，那个组件已经距离他们6000英里之外了。也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飞行的东西根本不是任何已知的人类发射物。当时3个人在飞船里商量了半天，柯林斯说它看起来像一个圆柱体，艾德琳说它看起来像一本翻开的 L 型书，阿姆斯壮则说它离得太远，看不清形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东西不该在那里。而后在2009年，艾德琳上了美国 C-SPAN 电视台，公开谈到火星的卫星福波斯上面有一座巨型的方尖碑式建筑物。他原话是这样，那里有一块单体巨石，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结构物矗立在这个马铃薯形状的小卫星上。这个卫星每7个小时绕火星一圈。当人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会问，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然后艾德琳停顿了一下，补了一句带着意味深长的话，是宇宙把它放在那里的，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相信，那是上帝把它放在那里的。各位想一想，作为人类历史上第2个踏上月球的太空人，他在登月40年后的公开电视访谈中主动提起火星卫星上的不明结构物，并且故意抛出一个谁把它放在那里的问题。这明显就是在传递一个讯号，他在告诉公众，太阳系里到处都有别人留下的东西，只是政府不告诉你们。而真正的引爆点发生在2026年的5月8日，这一天，美国国防部正式启动了一个叫做 PERSU 的计划，全名为总统解密与通报系统 UAP 接触事件记录。透过这个计划，美国军方一口气公开了161份过去从未公开过的 UAP 档案，从1940年代一直延伸到2024年。其中最爆炸性的部分，正是阿波罗登月任务的解密笔录与照片。在这批解密文件当中，阿波罗11号的任务后汇报记录第一次完整曝光。在这份1969年7月31日的汇报中，巴兹·艾德琳亲口告诉调查人员，他们在距离月球大约1天航程的位置看到了第一个不寻常的东西。他用了一个词 sizable， 意思是体积相当可观。他们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那个东西，无法判断它是什么。同时，艾德琳还报告，他在飞船里试图睡觉的时候，看到舱内隔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小型闪光，那种闪光的来源始终无法确认。回程的路上，他和阿姆斯壮还共同观察到一束相当明亮的光源。他们在报告里这样描述，那看起来像一束雷射光。一束雷射在地月空间的真空中从哪里发射？对着谁发射？这就是国防部解密文件原文的技术，没有任何科幻渲染，没有任何阴谋论加工，就是当年3位太空人亲口说出来的话，被五角大厦封存了57年。不仅如此，这次解密还包括了阿波罗12号和阿波罗17号的相关照片。这些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月球地平线上方有不明亮点和光斑，其中阿波罗17号的一张月面照片更是在地平线上方右侧拍到了3个排列成三角形的光点。五角大厦在注释中写道，对于这个异常现象的本质目前尚无共识，但是初步分析表明这可能是一个物理实体。各位请注意，这是美国国防部用官方语言确认，月球的天空中拍到了3个排列整齐、
可能是实体的不明物体。阿波罗12号的太空人艾伦·比恩在随后的记录中也提到，他看到了一些闪烁的光点，那些光点像是从月球本身发射出去，飞向太空。光点从月球本身飞出去，这几个字让所有看过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更有意思的是，阿波罗17号的指挥官尤金·塞尔南，也就是当年阿波罗10号上听到太空音乐的那一位，在这次解密的汇报记录中又一次提到，他在月球轨道上尝试入睡的时候，看到了一束像火车头灯一样明亮的闪光，直接打在他闭着的眼皮上，那种强度让他短暂睁不开眼。他原话是，那道光的亮度像是有一列火车正面开向我。各位请想一想，太空人在密闭的指令舱里，在距离地球30多万公里的真空中，看到一束像火车头灯那样强烈的光直接打进他的视野，这束光的源头从来没有被官方确认过。同样是阿波罗17号任务上的月球舱驾驶员哈里森·舒密特更是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自己看到那些不明粒子或碎片在飞船周围漂浮、翻滚的时候，那个画面就像是7月4日国庆日的烟火秀，如此密集、如此明亮、如此持续的光点，被全世界训练最严格的科学家、地质学家形容为国庆烟火。这已经完全不是用太阳光反射在金属碎片上这样的官方说法可以解释得通的了。另外，在阿波罗12号任务中，太空人康拉德、戈登和比恩3人在从地球前往月球的途中，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巨大的不明物体跟随他们飞行了长达数小时。当时康拉德甚至开玩笑说，这家伙好像认识路。等他们抵达月球轨道之后，那个物体就突然消失不见。回程的时候，类似的物体又一次出现，并且依然跟着他们飞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细节全部都记录在这次 Pursuit 计划公开的文件当中。可是因为篇幅太多，技术术语太复杂，并没有引起一般民众的注意。但是只要你愿意一页一页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从阿波罗11号开始到阿波罗17号结束，整整6次成功的载人登月任务，几乎每一次任务的记录中都有大量类似的目击报告。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种持续、稳定、跨任务、跨太空人、跨年代的系统性现象。而这正好和阿波罗14号太空人艾德加·米切尔博士生前的多次发言完全对上。米切尔是人类历史上第6个踏上月球的人，他在2008年的一次英国电台访谈中，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话。他说，是的，我们确实被造访过，而且这件事已经被各国政府掩盖了大约60年，但是真相正在慢慢泄露出来。我自己有幸接触过军方和情报界的内部人士，他们知道在公开资讯的表面之下，那个被隐藏的事实是什么。外星人已经多次造访过地球，而我们的科技远远不及他们。他在访谈中还补了一句毛骨悚然的话，如果他们有敌意，我们早就消失了。米切尔本人是科学家，他曾经因为在阿波罗14号降落过程中亲手写下80行修补程式码，挽救了整个任务。这样一位严谨的工程师、科学家，在78岁高龄主动站出来告诉全世界这些话，他不是想红，他是想在自己死之前把这件事说出来。他在2016年离世。更具体的是，米切尔博士在2015年接受英国《每日镜报》采访时，又进一步揭露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细节。他说，他从小就在新墨西哥州长大，那里有一个叫做白沙的飞弹试验场，正好是当年人类引爆第1颗原子弹的地点。根据他从多位军方退役老前辈那里听来的讯息，那些外星人对白沙特别感兴趣，他们在历次核武试验的关键时刻几乎都出现过。米切尔的原话是，他们想知道我们的军事能力，他们特别关注我们是否会用核武毁灭自己。换句话说，按照米切尔的说法，那些观察者不只在月球上看着我们，他们也一直在地球上看着我们，看我们会不会把这颗星球连同自己一起按下毁灭键。他临终前的这些公开发言，至今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机构正式否认， NASA 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一句，米切尔博士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但我们不认同他在这个议题上的个人观点。注意这个措辞，他没有说他讲错了，他只是说我们不认同。除了现役太空人之外，还有一个极具分量的证人，叫做卡尔·沃尔夫。
沃尔夫是美国空军前士官，曾经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服役于 NASA 底下的图像分析中心，职务就是处理从早期月球探测器拍回来的高解析度照片。2001年，他在格里尔博士主办的解密计划记者会上宣誓作证，表示他亲眼看到过月球背面的高解析度照片中存在着明显的人工结构，包括一些对称排列的高耸建筑，以及看起来像是某种机库的长方形结构。沃尔夫的描述被当场录影留证，他在摄影机前面说，这些不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这些是被建造出来的。整个记者会还有其他20多位前军方、情报、航太人员出面作证类似的内容。整场活动的影像至今还可以在公开平台上找到。可是奇怪的是，主流媒体几乎全部选择了沉默，没有一家主流电视台愿意把这些证词放上黄金时段。为什么？因为这些话一旦进入大众视野，就足以动摇整个社会对月球、对航太计划、对人类文明处境的所有预设认知。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传说，要数阿波罗20号计划。根据近年来逐渐被网络传开的描述，这个从未被官方正式承认过的秘密任务，据称发生在1976年8月，由美国和苏联秘密合作执行，目标是登陆月球背面的迪希特尔陨石坑附近，调查一个看起来像是巨大坠毁飞船的物体。传闻中的主角是太空人威廉·鲁特利奇，他在多年后以视讯形式公开了一系列疑似当年任务的影片，其中可以看到一个弯曲、巨大、明显不属于月球地形的巨型结构，内部还躺着一具看起来像是女性人形的遗骸，被任务组称为蒙娜丽莎。整个故事真假至今众说纷纭。鲁特利奇本人后来也承认，影片有一部分是经过加工的演示。可是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流传几十年不退烧，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锚点。所有人都觉得，从阿波罗17号之后到2030年代之前，这整整60年人类没有再回去过月球这件事本身就太不合常理。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为什么不回去？如果回去成本太高，为什么又要在2020年代突然重启阿提米斯计划？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当年我们确实看到了某些东西，而现在我们觉得自己可能准备好了再去看一次。回到阿姆斯壮，如果我们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路径。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壮和艾德林在登月舱外的2分钟讯号中断期间看到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根据艾德林后来的描述，可能包括了一些大型的停泊在陨石坑边缘的不明物体，也可能包括了那束像雷射一样的光源。回到地球之后，他们3个人立刻被 NASA 和军方带进了一轮又一轮的封闭式汇报，所有不能公开的内容被严格分类处理。然后3位太空人收到了某种形式的明确警告或约束，警告的内容根据后来格里尔博士的转述，可能涉及对他们本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从此，阿姆斯壮选择了彻底沉默，柯林斯选择了专注写书，艾德林则选择了既不完全沉默，也不完全揭露的中间路线，用各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向公众传递线索。1994年，阿姆斯壮在白宫几近落泪地说出真相保护层那句话，可能是他在那种高度受监控的场合能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暗示。而当2012年他终于离开人世，当所有的封口令对他个人来说失去意义之后，那封据传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临终遗信便开始在他亲近的友人家属以及曾与他深度交流过的学者群体之间缓慢的、片段地、半遮半掩地流传开来。关于这封临终遗信的具体内容，目前并没有任何官方档案可以验证它的真伪，但是综合多年来各方陆续曝光的口述、信件、访谈片段，这封信所传递的核心讯息大致可以拼凑成这样3个层面。第一，阿姆斯壮确认在月球上看到了不属于人类的存在，那些存在的形态、技术、行为方式远远超出当时人类的科学认知。他和艾德林当下感受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震撼。第二，这些存在似乎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敌意，相反，他们的姿态更像是观察者，静静地停在陨石坑边缘，看着2个来自蓝色星球的猴子第一次踏上月面。这个画面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当阿姆斯壮说出那是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时，可能就在它几百公尺之外，已经有一群不知道存在了多久的智慧生命，正以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记录着这一刻。第三，这封遗信中最让人不安的部分，据说涉及阿姆斯壮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他似乎在信中提到，月球并不是一个无人之地，它更像是某种被使用过或者仍然在被使用的场所，而人类的登月计划从某个时间点开始，被某种力量明确的警告应该停止。关于这一点，恰好可以解释一个困扰了所有航太迷半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当人类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登月之后，反而在阿波罗17号之后就突然停止了载人登月？整整50多年过去，直到今天，人类都没有再回去过。当年那个被视为国家面子工程，烧掉了相当于美国 GDP 4%的阿波罗计划，被官方解释为预算不足所以结束。可是各位想想，1969年到1972年，短短3年里完成6次成功的载人登月，技术已经炉火纯青，硬体、软体、人员都到位。这个时候戛然而止，反而比继续下去要奇怪得多。更何况，后来的太空梭计划、国际太空站计划、各种深空探测器，花费加起来远远不止一个阿波罗。所以缺钱这个解释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那么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就要说到一个流传已久的传闻。据称当年阿波罗20号计划已经在秘密推进，目标是登陆月球背面的一个区域，可是计划在最后阶段被紧急叫停，相关的影像、档案、样本全部被列入最高机密。坊间流传的版本是，前几次阿波罗任务在月球上不断遭遇到那些不明存在的警告，包括巨大的物体出现在环绕轨道上，包括仪器设备出现无法解释的故障，包括太空人接收到难以描述的精神压力，最终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句话被传达下来：不要再来了。如果这个传闻和阿姆斯壮所谓临终遗信的内容相互印证，那么整个故事的轮廓就变得异常清晰。1969年人类踏上月球，是一个被某种更高存在所允许的试探，而到了70年代初，这种试探的容忍度被达到了上限，于是人类被迫退回地球，并且被告知月球不要再来。从那时起，整个地球的航太重心就从近地天体的探索转向了商业低轨、深空无人探测，以及对遥远火星的纸上谈兵式想象，一晃就是半个世纪。而今天，当我们回头看2026年5月8日那次震惊全球的 PUSE 档案大公开，看着161份文件中赫然出现阿波罗任务的太空人亲口描述月面光源、不明物体、难以解释的闪光，看着阿波罗12号和阿波罗17号的照片上漂浮着被五角大厦承认可能是物理实体的光点，我们会明白一件事：阿姆斯壮没有骗我们，他只是没有办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告诉我们，他用真相保护层这一句话把秘密钉在了历史的墙上，等待后人慢慢去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美国政府解密的同时，月球本身也悄悄变成了大国竞赛的新焦点。中国的嫦娥工程一步步逼近月球背面，把月壤、月岩采回地球进行深度分析。印度的月船3号成功在月球南极软着陆，找到了当年阿波罗任务从未抵达的区域。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也在加速推进，目标是让人类在2027到2028年之间重返月球。各位想想，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全世界突然又对月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兴趣？为什么五角大厦偏偏选在2026年的5月，主动把这些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档案推到公众面前？这背后究竟是政治上的单纯透明化作秀，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铺垫？有一种解读是这样的：当人类自己终于有能力、有技术、有意志重返月球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和当年阿姆斯壮踏上月面时的人类完全不在同一个层级的时候，那个50年前下达的警告可能正在迎来再次被检验的时刻。而政府之所以选择现在公开这些档案，可能正是为了给接下来那一刻预先为公众接种一支心理疫苗，让大家慢慢适应，慢慢接受，慢慢相信，原来我们从来都不孤单，原来月球从来都不是一个无人的卫星，原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一直有眼睛在看着我们。那么，阿姆斯壮的所谓临终遗信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办法给出100%的答案。从现有的公开资料看，没有任何一份遗信原件被公开展示，他的家属也没有正式对外承认过这封信的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一生缄默的人在离世前以某种方式向最亲近的人交代他心中那个压了一辈子的秘密，这是非常合乎人之常情的事。一个工程师，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在自己只剩下最后几天的时候，他会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把那个让他用半辈子去守护，却又让他每一年都在心里煎熬的真相留给后代。也许就是一封信，也许就是一段口述录音，也许就是几页手稿，被郑重交付给他最信任的儿子或者老朋友，并附上一句等到那个时候再公开。而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也许就是现在，也许就是当人类的航太重心再次回到月球，当五角大厦主动掀开 UAP 档案的封条，当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那一段被官方叙事压平的历史的时候，这封信的内容会以一种无法被忽视的方式重新浮上水面。我们不能断言它一定会出现，可是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断言它一定不存在。阿姆斯壮生前说过一句话，我相信每个人的心跳次数都是有限的，我不打算浪费任何一次。他用一辈子的沉默，把那些本来可以揭露真相的心跳换成了对家人的守护。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所有的监控、警告、约束都对一个垂死的人失去意义时，他终于把那些被压住的话轻轻地说了出来。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他在1994年的白宫哭着告诉过我们，那里有真相的保护层，那里有超越想象的地方。如果这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踏上外星球的男人用一辈子的代价想要告诉我们这件事，那么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亲眼看到他守护的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也许那不是一个关于外星人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真实位置的故事。也许月球从来都不是地球的卫星，而是某种更早就存在于这里的观测哨，等待着有朝一日，当我们真的走出摇篮，真的具备被告知资格的那一刻，轻轻为我们揭开那一层真相的保护层。而那一天可能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还要近。当2027年阿提米斯3号的太空人重新踏上月球，当中国的太空人在2030年左右抵达月面，当人类在月球南极建立第一个常驻基地的时候，那个被阿姆斯壮带进坟墓的秘密会不会以一种更直接、更无可辩驳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从1969年那2分钟的讯号中断开始，到2012年阿姆斯壮带着未说出口的话离世，再到2026年五角大厦主动掀开尘封的档案，这条线索已经跨越了57年。它不会就这样消失，它只会越来越清晰。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聊的不只是一个太空人的个人秘密，我们聊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在这个宇宙中的处境。我们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是这颗蓝色星球上唯一的智慧生命，是有资格自由地向外探索、向外扩张、向外征服的物种。可是当阿姆斯壮带着眼泪说出那个保护层，当艾德林指着火星的卫星说出是谁把它放在那里，当米切尔博士在离世之前喊出我们已经被造访过60年，当2026年的5月那161份档案被主动推到阳光之下时，我们也许应该谦卑地承认一件事，这个宇宙从来都不只有我们。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自家的后花园里蹒跚地踏出第一步，然后抬头发现围栏之外一直有人在静静地看着，看着我们会不会跌倒，看着我们会不会学会分享，看着我们会不会在学会杀戮之前先学会仰望。月球不是我们的玩具，它可能是我们的镜子，照出我们真实的高度，也照出我们真实的渺小。阿姆斯壮用一辈子的沉默替我们守住了这面镜子，等到他离开的时候，他用最后一封可能存在的遗信轻轻翻转了镜面，把那个让他用半生煎熬去隐藏的真相留给了我们所有人。下一次当你抬头看着夜空中那轮明月，不要再把它当成一块单纯的灰白岩石，请你想一想，50多年前有一个叫做尼尔·阿姆斯壮的男人曾经亲自走到那上面，然后用接下来的40多年把他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咽进了自己的喉咙里。
请你想一想，他临终时可能写下的那封信，现在会被谁保管着，又会在哪一天，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会被迫面对阿姆斯壮当年面对的那个瞬间。当你站在那里，当真相的保护层在你面前一层一层被揭开，你会像他一样选择沉默，还是会像艾德琳一样，用一句“谁把它放在那里的”，轻轻把秘密交付给后代？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这个被一个沉默的英雄压了一辈子的故事，今天刚刚开始进入它真正的篇章。月球之上到底还藏着什么？阿姆斯壮到底看到了什么？那封据说存在的临终遗信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重见天日？我们会在哪一年、哪一个夜晚、哪一个抬头看月的瞬间知道全部的答案？也许就在2027年，也许就在2030年，也许就在你和我都还能看到那一刻的某一天。让我们一起等着那一天到来。